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江峰世界。今天先请大家跟我玩一个找不同。8月3号，新华社发了一条通稿，受总书记委托，蔡奇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这种稿子年年都有，八股得很，可懂行的人都知道，通稿最值钱的永远是最后一句，谁陪同。今年最后一句写的是石泰峰、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我把前3年同一场活动的最后一句全翻出来了。2023年、2024年陪同的是3位副国级，李干杰、谌宜勤、姜信之。2025年是石泰峰、谌宜勤。看出来了吧？连续3年都站在那张合影里的谌宜勤今年没了，位置换给了另一位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先把边界说清楚，谌宜勤人没有消失。7月21号到23号，他还在宁夏调研退役军人工作。27号又出席了全国妇联的会议。所以今天我不宣布任何人出事，我只问一个更精确的问题：一个连续3年固定出现在北戴河的国务委员，为什么今年被换掉了？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解开一个更大的谜。中共官场讲究一朝天子一朝臣，省委书记一换，底下的人都得重新排队。可谌宜勤偏偏不一样，贵州的书记换得像走马灯，他却像钉在官场正中央的一把椅子，谁来了都得从他旁边经过，而且每送走一任，他自己还往前挪一步。这40年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与习近平到底是什么关系？听我把这个女人的故事讲完，你再回头看8月3号那份名单，分量就完全不同了。故事从2012年5月讲起。那个月，贵州官场有一次看起来不太起眼的调动，干了5年宣传部长的谌宜勤突然不管报纸、电视和理论学习了，调进省政府出任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办公厅的分工文件写得清清楚楚，负责省政府常务工作，分管发改、能源、税务、统计、物价，外加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各位品一品这个跨度。谌宜勤是贵州织金人，白族，18岁在县供销知青队当知青，还是队里的团支部书记，年纪轻轻就管思想工作，这个起点很说明问题。1978年他考进贵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就进了省委党校，一待就是17年，从党史教研室的助教一路熬到副校长。这17年，贵州在修路、开矿、招商，别的干部在工地上学怎么干活，谌宜勤在教室里教干部怎么理解路线。你可以说这是坐冷板凳，也可以说他把共产党这套话语系统的底层代码整整背了17年。1999年走出党校大门，在省里几个岗位转了一圈。2007年升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注意那还是胡温时代，跟后来那位一点关系没有。他起步靠的是手艺，全省的报纸登什么，电视播什么，干部学什么，口径都从他手里过。这门手艺有个特点，谁当家都用得着，改朝换代都不失业。说白了，他前半辈子管的是全贵州应该怎么说。可2012年5月这一步，他手里的文件从宣传提纲换成了贵州的钱袋子和项目清单，从管话筒到管钱，这是他仕途里的第一次换轨。然后看时间关系，这才是重点。2个月之后，2012年7月，时任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离开贵州进京。9月接掌中央办公厅，中办主任是个什么位置？中央文件的流转，最高层行程的安排，整个中枢的日常运转全从他手里过。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宫里的大内总管。而那年秋天正是18大，栗战书接的恰恰是令计划的班，成了包子接班前后身边最要紧也最信得过的人物。一个省委书记临进宫当大总管，前脚刚给省里的宣传部长换了个管钱的岗，这2件事之间有没有关系？我们没有证据说。谌宜勤那张调令是栗战书亲自拍的板，可时间卡位就摆在那里。栗战书离开贵州前的最后阶段，谌宜勤完成了仕途中最关键的一次变身。
那个时候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刚从话筒旁边走到钱袋子旁边的女人，10年之后会坐进国务院。按官场常理，靠前任书记任内升起来的人最怕新书记进门。可盛一勤接下来给整个贵州官场表演了一项罕见的本领，书记可以换，他永远留在牌桌上。栗战书前脚进京，半年之后，浙江来的陈敏尔空降贵州，先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2013年转正。这位是谁？老大在浙江主政时的笔杆子，之江新军的头牌干将。可再大的来头，到了贵州也得从头认路。这个省的每一条山路，每一笔财政，每一个项目，对他都是生的。而他刚打开贵州这台陌生机器的时候，坐在他旁边最近的那个位置上的，正是提前半年就拿到常务钥匙的盛一勤。陈敏尔兜里揣着北京和浙江的政治信用，盛一勤手里攥着贵州这台机器的使用说明书，一个握方向盘，一个递说明书，两个人坐进了同一辆车。后来陈敏尔在贵州搞大数据，抓脱贫，把穷省办成了皇上的政绩橱窗，橱窗里每一分钱怎么走，都要从常务副省长盛一勤的手上过。到2015年，官方分工文件再次白纸黑字，陈敏尔主持省政府全面工作，盛一勤负责常务，分管发改、能源、金融重大项目，还协助管财政、监察、审计和机构编制省政府这台机器的1号位和2号位，就这么焊死了。2015年4月，盛一勤第2次换轨，转任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兼维稳办主任。政法委管什么？公检法司，全省的刀把子。维稳办管什么？上访的、闹事的、网上发牢骚的一切不稳定因素。一个党校出来的女先生就这么接过了全省的刀把子。3个月后，陈敏尔接任省委书记。各位注意这个顺序，陈敏尔正式接管贵州之前，盛一勤已经提前进了省委核心，握住了政法和维稳，等于新掌柜还没上任，账房和护院就都换成了熟人。他第1次升迁拿到的是钱袋子，第2次拿到的是秩序。发改和财政决定贵州的钱往哪里走，政法和维稳决定贵州出了事由谁来压住。每换一次岗，盛一勤就多学会一套共产党维持权力的技术。党校教人怎么理解路线，宣传部教人怎么说话，省政府决定钱怎么花，政法委保证一切不失控。走到这一步，他已经不再是哪位书记手下的一名干部了，他成了无论谁来当贵州的家都绕不开的那个人。2017年4月，贵阳贵州省第12次党代会，这场会办成了2件大事。第一件，中央提名到贵州参选的包子全票当选19大代表。这里得先解释一句，党魁参加党代会总得有个选举单位，放在哪个省就是把政治恩典赐给哪个省。上一届他放在上海，这一届偏偏挑了西南山沟里的贵州，等于当着全国的面给陈敏尔和贵州班子盖了一个最高级别的印章。贵州也懂事儿，回敬了一场教科书级的演出，730多名党代会代表零反对票。大会宣布结果的那一刻，会场爆发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官媒说，这是全省170多万党员的共同心声，一场全票就是一份交给包子的投名状。第2件，同一场大会，陈敏尔当选省委书记，盛一勤当选省委副书记。现在把盛一勤当时身上的3个身份摆在一起看，他做过5年宣传部长，曾经负责告诉全省应该怎样说话。他当时是政法委书记、维稳办主任，他所在的这套系统管的是政治安全、社会稳定，保证任何意外都不能打断既定的秩序。就在同一个月，他又兼任了省委党校校长，负责训练贵州未来的各级干部怎样理解包子的中央。宣传、政法、党校，一个地方政权生产政治一致的3套装置，在这个女人身上碰到了一起。我把话说在前头，这不能证明那730多张票是盛一勤安排的，可这个会场恰好浓缩了他一辈子最擅长的东西，让所有人用同一种语言表达同一种正确。接下来的半年，
节奏快得像赶火车。4月，贵州用一场全票给皇上送上大礼。7月，陈敏尔带着贵州的政绩去了重庆。9月，留下来的谌贻琴出任代省长，成了中共建政以来贵州第1位女省长。10月，19大开幕，老大亲自到贵州代表团参加讨论，谌贻琴就坐在那个屋里亲耳听亲手记。会一散，他立刻下到黔南的县里、镇里、村里宣讲，跟基层干部座谈，边听边记。他宣讲的原话，官网存盘至今，我一个字不改地念给大家：要以绝对的忠诚之心和强烈的感恩之心，时时事事处处牢记总书记的好对贵州的好。各位听听这个句式，忠诚之心、感恩之心，牢记谁的好，这已经超出工作汇报的范畴了。这是把上下级关系直接翻译成了恩主和受恩人的关系。从那以后，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成了贵州最醒目的政治语言，而谌贻琴是这套语言最卖力、最鲜明的讲述者。从前呢，他和皇上之间隔着栗战书，隔着陈敏尔，隔着整个省委。2017年，这层关系第一次变直接了。他的任务也跟着升级，从管理贵州变成向贵州解释，为什么你们今天的一切首先应该感谢那一个人。节目做到这里，喝口水，跟大家聊聊老朋友普瑞堂玄宝黑参。很多朋友想补一补，又怕人参上火。澳洲的 Cynthia 说，他以前一吃参就燥，吃玄宝黑参完全没这个问题，唯一的烦恼是味道太好，得管住嘴。美国有位观众买给爷爷，老人家说腿脚有劲了，气色也好了。还有许多朋友反馈精力足了，晚上睡得踏实了。当然每个人的体验不一样，好不好您自己试了算。支持江峰，请点击下方链接，输入专属优惠码 JF， 全球包邮，购买满500美元再送您一根黑参。多买多送，自己吃孝敬爸妈都是实实在在的心意。好，咱们接着往下讲。2020年11月20日，中央宣布谌贻琴接替孙志刚出任贵州省委书记，成为当时全国31个省份里唯一的女书记。3天之后，11月23日，贵州省宣布最后9个贫困县全部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全国832个贫困县清零。3天，一个曾经贫困人口最多、脱贫难度最大的省份，刚把最高权力交到谌贻琴手上，就向北京递交了皇上最想要的那份答卷。把话说公道，这场仗当然轮不到他3天打完，孙志刚、陈敏尔还有更早的贵州干部都在里头垫了砖。可政治这门生意从来不只计算谁干了多少，还要计算最后是谁站在台上签收。谌贻琴接任的时间点，让他成了贵州彻底摆脱绝对贫困这枚政治勋章最后的佩戴者。再往下看，2021年2月3号到5号，春节前夕，包子到贵州考察，进村寨、看超市、拜访苗族人家。这是包子宣布脱贫攻坚全面胜利之前，他视察的最后一个省。选在贵州收官，就是要用贵州做那场胜利的封面照片，而镜头里全程陪同的省委书记就是谌贻琴。20天后，2月25号，人民大会堂开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宣布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号称人间奇迹。封面省的女书记就此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了皇上执政履历里最金光闪闪的那一页。讲到这里，开头那个最核心的问题可以回答了：谌贻琴跟老大到底什么关系？从公开履历和政治时点看，两个人之间看不到任何私交。他没当过谁的秘书，没跟过福建、浙江、上海，连一桌饭局的传闻都翻不出来。看得到的是一次政治命运的河谷，他需要贵州证明他的路线成功。谌贻琴需要这场成功，证明自己有资格走出贵州，进入北京。2023年3月，股份兑现，谌贻琴出任国务委员，晋升副国级，成了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位白族出身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后来又兼全国妇联主席，是本届国务院里唯一的女性。不过各位注意，这份兑现给的有点抠门。
历届国务院里管社会事务的女性高官，刘延东当年是副总理，教科文卫体一把抓，到孙春兰科技被抽走了，轮到盛怡勤连教育和卫生都没了，手里剩下人社、民政、退役军人、体育、文旅、民族和妇女儿童，听着一大串，全是别人挑剩的，给你副国级的名分，抽走实权的抓手。这就是体制对表态型干部的标准定价，他认吗？认。体育口里最烫手的那个活，中国足球振兴，后来也是他挂帅张罗。你品品，把中国足球交到一个人手上，这算重用，还是把天底下最容易背锅的锅端给了他？他在贵州守了40多年，栗战书走了，赵克志走了，陈敏尔走了，孙志刚也走了，只有他一直没动。他就像守在车站上的人，看着一列一列政治快车呼啸而过，每过一列，他往站台前面挪一步，直到2023年最后一列车真的停了下来，把他从贵州直接拉进了国务院。他最终能走进国务院，至少不能只用会表忠3个字来解释。盛怡勤真正的本领是在不同的老板之间始终证明自己是那台机器缺不了的零件。故事讲到这里都很风光，可各位都知道，共产党的勋章有个毛病，正面是金的，翻过来，背面刻的是账本，而贵州这本账这2年正被人一页一页往外翻。先看人，跟盛怡勤搭了整整3年班子，把省委书记位置亲手交到他手上的孙志刚，2023年8月被查，是20大之后第一个落马的省委书记。2024年10月，天津中院宣判受贿8.13亿死刑，缓期2年执行。8亿是什么概念？按李克强说的，那6亿人的收入算，一个人得不吃不喝挣6万多年。模范省的前任书记成了账本上的第一个名字。再看钱，国家级贫困县独山县，全县1年的财政收入不到10亿，时任县委书记潘志立砸下近2亿，在山沟沟里盖了一座90多米高的木结构城堡，雕梁画栋，号称天下第一水丝楼。什么概念？相当于一个月薪3000的人贷款给自己修了一座凡尔赛宫。等潘志立被免职的时候，这个县被爆出来的债务是400多亿。那座楼2016年开的工，如今烂尾在山里，游客专门去打卡，去看全中国最贵的笑话。最有味道的细节在这里，就在水丝楼开工之前，2014年12月，贵州省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敏尔，常务副组长盛怡勤。文件里写的明明白白，这个小组的任务就是加强债务管理，控制债务规模，防止高风险地区盲目上项目。结果呢，一个财政收入不到10亿的贫困县，就在这套管理体系的眼皮子底下堆出了400多亿的窟窿和一座2亿的烂尾楼。那座楼是盛怡勤批的吗？我没有证据，不能这么说。可管债小组的常务副组长就是他，这个问题他躲不开。管债的人一直在，债照样报。那这个小组管的到底是债还是报表？海外早就有声音在问，贵州这些旧账最终会不会延伸到他的身上？同一个时代，还有一组画面值得摆在一起。2020年5月28号，人民大会堂记者会，李克强说，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块。另一边，贵州在感恩奋进的口号声里签收人间奇迹。今天翻旧账的刀口偏偏先切进贵州，这究竟只是普通的反腐，还是有人在重新检验那张奇迹的成绩单？好，现在回到北戴河，盛怡勤的缺席有3种解释，一种比一种重。第一种，普通的日程或分工调整有先例。2019年这场活动就是孙春兰去的，国务院的代表本来就有轮换，可这个解释就得吞下一个概率问题，他分管的恰恰是人社，专家人才正是他的业务口，业务对口的人连续3年，偏偏今年不去了。第二种，他的政治功能正在降级。去年江信志从这份名单上淡出，中组部的日常工作随后就完成了交接。名单不决定命运，可他有时候走在职务变动的前面。
看看谶贻琴，头衔一个没少。今年2月还代表国家出访西班牙，出席米兰冬奥开幕式，场面上的活照样是他的，少的只是北戴河这一个场合。中共调整一个人，从来不先摘帽子，先收的是门票。第3种，最重的一种，贵州牌正在被整体清理。军委的名单清零了，模范省的刀口对准了陈敏尔，这些咱们前几期都讲过。现在收到了国务院里最后一个贵州制造的副国级头上。谶贻琴的防御最薄，没有习的嫡系血统，没有自己的山头。栗战书、孙志刚、陈敏尔，他脚下的3座桥全在他，动他不流血，成本最低，象征意义却最重，等于宣布贵州牌整副作废。而且各位再看看日子，这份名单恰恰亮在北戴河会议开场的节骨眼上。老头子们拖家带口进海边小楼的时候，每个人兜里都揣着几份名单，谁上谁下谁进21大的盘子。这种时候公开名单上的每一次换人都值得拿放大镜看。最后把开头那个谜收回来，谶贻琴真正特殊的地方未必是每次都在上司走后才升官，它的规律更绝。每逢贵州权力换手，他总能在交接的前后向前挪一步。栗战书离前，他从宣传口进了常务副省长；赵克志离前，他已经坐上省委副书记；陈敏尔去了重庆，他接过省政府；孙志刚离开贵州，他接过省委。40年换的是上司，向前的永远是他。可2026年这一次，包子还没有离场，先从北戴河名单里退了半步的却是谶贻琴。名字消失一次不等于官帽落地，可8月3号这份名单值得各位存下来。下一次谶贻琴再出现，或者再缺席一个重要场合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该怎么读它了。喜欢今天的节目，请订阅、点赞、转发，把江峰世界推荐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期再见。